第1章，当一颗巨星失去最后的支撑。先想象一片完全没有光的黑暗，它不是遥远，也不是空无一物，相反，那里聚集了多到难以想象的质量。空间被压弯，时间被拖慢，连光一旦越过某条界限，也再没有回来的路。我们称它为黑洞。可是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黑洞如何形成，而是宇宙为什么容许这种东西存在。它是偶然留下的残骸，还是物理定律走到极端后必然出现的结果？先从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开始。我们可以拍摄数十亿光年之外的星系，我们绘制遥远星云的悬臂图，我们甚至能观测到超新星在遥远深空中爆发。然而，宇宙中引力最强的天体，从根本上就是看不见的，不是因为它们距离遥远，而是因为它们的本质阻止了光线逃脱它们的束缚。在整个宇宙中，在近处和遥远星系的中心，这些天体的数量惊人，几乎每个大型星系的中心都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 A 星号，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有些更庞大的黑洞，质量甚至能达到太阳的数十亿倍。恒星级黑洞，也就是大质量恒星坍缩后的核心，在星际空间中漂移，其规模我们才刚开始估算。有些模型认为，光是在银河系中，就可能有数百万个这样的天体。尽管名称如此，但它们并不是空隙或真空。这些区域的物质密度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以至于时空几何形状扭曲的面目全非。重力场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边界，即事件世界越过该边界，逃逸速度将超过光速。这是时空结构本身所编码的一个不归点。今晚我们将探讨一个连结物理学和哲学的问题。虽然我们会探讨恒星坍缩，但不会深入研究恒星形成的机制。我们也会检视观测证据，包括人类取得的第1张黑洞影像。我们不只描述它们的性质，也会看看数学为什么预言它们必然出现。我们问的是更根本的问题：黑洞为什么会存在？我们问的不是形成步骤，而是更根本的存在理由。是什么让黑洞成为宇宙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种极端奇观？它们在宇宙演化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是物理定律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如果没有它们，宇宙还能存在吗？或者说，它们和原子、力、时空本身一样不可或缺？这项研究将带领我们从恒星的垂死挣扎到时空数学，从重力波探测到量子悖论。我们将从星系建筑师、热力学系统以及拖曳时空本身的旋转几何体的角度来研究黑洞。我们将探讨它们的文化共鸣以及它们在数万亿年后的最终命运。现在让我们从一颗燃料耗尽的恒星开始。想象一下，一颗星星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恒星，而是一颗质量是太阳20倍、30倍，甚至可能是100倍的巨型恒星。这并非夜空中一个普通的光点。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站在安全距离之外，观察这个恒星巨兽，你将会看到一些壮丽而可怕的景象。一个如此巨大的等离子体球体，如果把它放在太阳所在的位置，它的表面可能会延伸到火星轨道之外，甚至可能延伸到木星轨道之外。它的亮度将是太阳的10000倍，是一颗在广阔的星际空间中都能看到的耀眼灯塔。数百万年来，或许数千万年，取决于它的确切质量。这颗恒星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一种宇宙平衡，介于两重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斗争状态的基本力量之间。这是一场与宇宙本身一样古老的战斗，在每一颗曾经燃烧过，现在正在燃烧。
或将在遥远的未来燃烧的恒星身上都上演过。从这颗巨大恒星的核心向外，核融合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在中央炉的深处，温度高达数千万度，氢原子核克服了天然的电磁斥力，并聚变在一起，形成氦。这个过程也就是太阳运转的动力来源，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聚变反应中产生的光子开始向外进行漫长而随机的旅程，在原子间弹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从核心到达表面。这种持续不断的能量涌入会产生向外的压力、辐射压力和热压力，这些压力共同作用，对抗恒星自身巨大的重量。向内，重力无情地不可阻挡地拉扯着恒星的每个原子，都吸引着其他每个原子，数万亿吨物质相互叠加，汇聚到中心，产生巨大的挤压力。如果不是恒星核心的核反应堆，这股力量会瞬间将恒星坍塌。重力是耐心、恒定的，永不疲倦的，永不屈服的。自从数十亿年前这颗恒星由氢和氦云凝聚而成以来，它就一直在试图摧毁这颗恒星。膨胀和坍缩，合伙和引力，这两种力量创造了一种平衡，一种暂时的和平，一种非常精确的平衡，使得恒星在数百万年内保持几乎相同的大小，既不显著膨胀也不收缩，只是在这种完美的张力中存在。这颗星持续闪耀，如同灯塔一般，由定义其存在的根本斗争所驱动。不同质量的恒星，其时钟走动的方式也不同。宇宙不断向前发展，熵值增加，恒星燃料逐渐耗尽。恒星老化的过程是用核物理学的语言来描述的，这是一个透过元素周期表来讲述的故事。我们这颗巨大的恒星诞生之初的核心就是氢。氢是宇宙中最简单、最丰富的元素。数百万年来，它将氢聚变成氦，这是主序星阶段，是恒星生命中大部分时间所处的漫长稳定时期。我们自己的太阳目前就处于这个阶段，已经持续了大约45亿年，而且还会持续大约50亿年。但对于一颗质量巨大的恒星来说，这种氢燃烧阶段持续时间要短得多。恒星质量越大，其核心温度就必须越高，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来支撑其巨大的重量。核心温度越高，核反应进行得越快。质量是太阳100倍的恒星，其核心的氢可能在短短几百万年内就会耗尽。与太阳长达100亿年的主序星寿命相比，这只是宇宙中眨眼的一瞬。随着聚变阶段的推进，温度要求也会持续提高。氢在1500万开尔文时发生聚变，氦气需要1亿开尔文的温度，碳聚变需要6亿开尔文的温度。恒星内部变成了难以想象的炼狱，每一层后续的聚变反应都发生在足以将上一代反应焚毁的高温下。这颗恒星会形成类似洋葱的结构，铁在中心聚集，周围依序是硒、氧、氖、碳、氦，最后是表面的氢。每个星壳都以各自的特征温度燃烧，每个星壳都对恒星的亮度有所贡献，每个星壳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走向耗尽。当恒星核心的氢耗尽时，恒星就面临第一次危机，核反应炉灯光变暗，向外的压力减小，重力压缩开始作用，核心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收缩。这种压缩会加热核心，当核心温度达到约1亿度时，足以克服氦核之间较高的电磁斥力，氦聚变就会点燃，氦气聚变成碳和氧。这颗恒星暂时摆脱了危机，核反应炉再次轰鸣运转，一段时间内平衡得以恢复。但是氦燃烧阶段的持续时间只有氢燃烧阶段的1/10，对我们这颗巨大的恒星来说，或许需要几十万年，然后氦气就用完了。
核心再次收缩，再次升温，碳聚变开始。碳聚变成氖、钠、镁，时间尺度越来越短。这颗恒星现在消耗燃料的速度越来越快，就像有人试图透过为即将没柴的火堆添柴来取暖一样。核心随着每一次收缩而变得更热，达到更高的温度，点燃更重的元素，氖气聚变成氧气和镁。这一阶段可能会持续几年。氧与硒和硫融合，这一阶段可能会持续数月。硒聚变是最后一步，它会产生铁。硒燃烧可能只会持续几天，经过数百万年的稳定氢聚变，这颗恒星到了某个阶段，它在短短几天内就会消耗掉剩余的燃料，拼命地奔向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然后不可避免地、不可逆转的，核心会被铁填充。铁是终点，是聚变反应变成无利可图的临界点。你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聚变反应都是放热反应，这意味着它们会释放能量。将氢气聚变成氦气会释放能量，将氦气聚变成碳会释放能量，即使是将硒融化成铁也会释放能量。但铁位于和结合能曲线的峰值，将铁融化成更重的元素所需的能量比产生的能量更多，它是吸热反应。核火无法燃烧铁，燃料已经用完了。核心现在由铁和镍组成，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它无法进一步收缩并引发新的聚变过程，向外的压力几乎瞬间消失，引力坍缩不受控制的进行，最终酿成灾难性后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眨眼的时间还要短。铁核的崩塌不是缓慢的，也不是渐进的，而是灾难性的。不到1秒钟，核心可能与地球大小相当，就坍缩成一个直径可能只有20公里的区域，密度飙升至难以想象的程度。一茶匙这种物质的重量就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重。电子被压缩成质子，形成中子，并释放出幽灵般的中微子。这些中微子可以穿过物质，仿佛物质不存在。温度飙升至数千亿度，高温足以使热光子具有足够的能量，将铁核分解成组成它们的质子和中子。落入的物质从密度极高的核心反弹，产生冲击波，以每秒3万公里的速度向外穿过恒星的外层。但冲击波最初会停滞不前，被下落的物质困住，并且能量会因中微子发射而损失。在关键的一瞬间，这颗星星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冲击波会复苏并将恒星炸成碎片，还是会失败并让所有物质坍缩到核心。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微子加热会使冲击波重新出现。从核心涌出的大量中微子中，有一小部分会将能量沉积在停止冲击波后面的物质中，使其重新加热，从而获得将恒星炸裂所需的能量。这是核心坍缩超新星，也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冲击波将恒星的外层物质以每秒3万公里或更高的速度抛射到太空中。在几周的时间里，这颗垂死的恒星将比它所在的整个星系更加明亮，其光芒相当于数十亿颗恒星，在半个宇宙范围内都能看到。在坍塌和爆炸的惊人高温高压下，锻造出的新元素散落到太空中，金、银、铀、铂，所有构成行星和生命本身的重元素，都诞生于这些灾难性的死亡挣扎之中。但我们并不关心那些被吹走的东西，我们对留下的东西更感兴趣。对于大多数核心坍缩超新星而言，其残骸是一颗中子星，这是一个直径约20公里的天体，但其质量比我们的太阳还要大。它是一个被压缩到核密度的物质球，其中一茶匙物质的重量就相当于一座山。中子星本身就是非凡的天体，
是奇异物理现象的实验室，是向宇宙发射无线电波的脉冲信标。但是，如果原恒星质量足够大，如果爆炸后核心还剩下足够的物质，即使是中子简并压力也无法维持。1939年，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质量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宇宙中没有任何已知的力量可以阻止宇宙进一步崩塌。这个极限大约是太阳质量的2到3倍，具体数值取决于核物质的状态方程，而我们对此仍然没有完全了解。超过这个阈值，崩盘就会持续下去，中子星无法维持自身存在，它进一步缩小，变得越来越致密。随着体积缩小，其表面的引力场会越来越强。在某个时刻，物体从表面逃逸的速度会达到光速，然后超过光速。那一刻，时空中形成了一个表面，即使光以宇宙极限速度传播，也无法逃逸出这个半径范围。任何跨越此阈值的事物都将永远与外在宇宙隔绝，失去因果关系，无法向外发出讯号，也无法影响外在事件。这个表面被称为事件世界，形成的这个物体就是一个黑洞。2024年，研究这个恒星级黑洞系统的天文学家们取得了惊人的发现，挑战了这个观点。这个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约8000光年的恒星级黑洞，似乎是透过直接坍缩形成的，完全跳过了超新星阶段。一个恒星级黑洞位于双星系统中，围绕着一颗伴星运行。对黑洞的性质和伴星的成分进行仔细观测，揭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伴星没有显示出受到超新星喷射物污染的迹象。如果黑洞是透过正常的核心坍缩超新星形成的，那么爆炸会将重元素抛射到伴星上，留下我们可以在其光谱中探测到的化学特征。那些签名不在那里。证据表明，这颗恒星并没有向外爆炸并留下残骸，而是向内折叠，直接坍缩成黑洞，没有任何剧烈的爆炸来宣告它的转变。恒星的外层物质并没有以每秒数万公里的速度被抛射出去，而是向内坠落，将其质量添加到不断增长的黑洞中。从外人看来，这颗恒星可能只是在几天或几周内逐渐变暗并消失，悄无声息地消失，悄无声息地死去，而不是轰轰烈烈地陨落。这种直接坍缩的情况可能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常见，尤其是对于质量最大的恒星。当一颗恒星的质量足够大时，其质量可能超过太阳质量的100倍。其核心可能会变得非常不稳定，以至于在任何冲击波形成之前就会发生内爆，或者冲击波形成后却停滞在恒星内部深处，无法突破恒星外层巨大的重量，相当于数十个太阳质量压在停滞冲击波上而逃脱。物质落回核心，为不断增长的黑洞提供养分。原本应该是半个银河系都能看到的壮观超新星爆发，结果却是一颗失败的超新星爆发。宇宙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结束了，恒星就这样消失了。恒星级黑洞的发现表明，宇宙有多种途径可以创造这些天体，物质可以透过多种途径，从闪耀的恒星转变为看不见的引力井。有些恒星在超新星爆发的辉煌中轰然陨落，它们的死亡在宇宙的另一端也清晰可见。另一些则悄无声息地消失，悄无声息地坍塌，不留一丝痕迹，只留下一颗恒星曾经闪耀之处的引力存在。但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时空区域扭曲到与宇宙其他部分断开连接，形成一个光和物质可以进入但永远无法离开的单向通道。这些恒星级黑洞，无论是透过超新星爆发还是直接坍缩形成的，都只是宇宙景观中的一种类型。
我们最了解它们，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它们的始祖恒星，有时也能亲眼目睹它们的转变。但它们既不是质量最大的，也不是对理解黑洞存在的根本原因影响最大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超越单颗恒星的死亡，将目光投向质量大数百万倍甚至数十亿倍的物体。这些物体位于星系的中心，挑战着我们对宇宙结构如何在仅有140亿年历史的宇宙中发展到如此庞大的程度的理解。但首先，我们需要用数学语言来理解黑洞究竟是什么。黑洞并非只是坍缩的恒星，它们是方程式的解，是对时空如何回应集中质量和能量的精确数学描述。第2章，方程式比望远镜更早看见黑洞。黑洞并不是先被望远镜发现，再交给物理学家解释。事情正好相反，在任何人真正看见它之前，黑洞先出现在纸上的方程式里。1915年，爱因斯坦把重力重新描述为时空的弯曲。几个月后，一位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物理学家，在烛光下找到了第一个精确解。那个解里藏着一道奇怪的半径，一旦物质被压进去，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都会关闭。起初，连爱因斯坦都怀疑自然界是否真的会做出这种物体，但数学已经把门打开了。故事回到191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的核心在于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主张：引力并非是拉扯真空的力，重力是几何学的一部分，质量和能量会使时空本身弯曲，物体在这种弯曲的几何结构中运动的路径，我们将其解释为引力作用。爱因斯坦在他的场方程中总结了这种关系：10个耦合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将时空的曲率与其中的质量和能量分布连接起来。用张量微积分的语言写出来的方程式简洁优雅，但它们却蕴含着难以置信的复杂性。除了最简单的情况外，求解爱因斯坦方程式需要复杂的数学技巧或数值计算。然而，在爱因斯坦发表他的理论几个月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欧洲时，德国物理学家史瓦西找到了爱因斯坦场方程式的第一个精确解。施瓦茨希尔德当时在俄国前线的德军服役，负责白天计算炮弹弹道。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坐在帐篷里点着蜡烛，研究爱因斯坦新理论的数学意义。他患上了在前线感染的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生命垂危，皮肤不断起水泡，脱皮，疼痛难忍。但他坚持不懈，最终找到了爱因斯坦本人都未能推导出的东西——极球对称质量周围时空的精确数学描述。史瓦西发现的是，在一个空无一物的宇宙中，一个完美的球形不旋转的物体的解。该解描述了任何球对称物体，从行星到恒星，再到更奇特的物体，周围的时空几何形状。与爱因斯坦完整方程式的复杂性相比，其数学形式优雅又出奇的简单。这个解包含一个参数，现在称为史瓦西半径。它似乎标志着一个特殊的曲面，在该曲面上，方程式中的杜圭系数似乎发散，某些项变成无限大。这个半径后来被认为是事件世界，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对于我们的太阳而言，史瓦西半径约为3公里；对地球而言，大约是9毫米。对于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来说，它大约是10^-25次方米，远小于原子核。这些数字表示这些物体需要被压缩到多大的尺寸，才能使其重力场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光都无法逃逸。史瓦西在1915年12月将他的解决方案寄给了爱因斯坦。当时距离广义相对论的发表仅几周时间。
爱因斯坦惊讶于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精确的解。1916年1月，他向普鲁士科学院介绍了史瓦西的研究成果。令人惋惜的是，史瓦西于1916年5月去世，未能亲眼见证他的解决方案将如何深刻地影响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他42岁，当时这似乎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奇闻。毕竟太阳目前的半径约为69万6千公里，远大于其史瓦西半径。地球的半径约6371公里，比9毫米大得多。史瓦西半径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极限，数学上的可能性，而自然界肯定从未实现过。物理学家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几十年来，科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误解了史瓦西解的意义。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疑自然界是否会允许形成如此极端的物体。一些物理学家认为，方程式中明显的起点是史瓦西选择的坐标系的产物，是数学错觉而不是物理现实。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史瓦西最初的工作发表近50年后，物理学家才完全理解他的解决方案告诉了他们什么。史瓦西半径代表时空中的真实曲面及单向膜，穿过这个半径向内运动的物体永远无法回到外部宇宙，从内部发出的光被困住，无法逃逸出引力井。当观察者看到物体落向这个表面时，会看到它减速、变红、褪色，渐进的接近，但永远不会在外部观察者的时间范围内完全穿过。但从下落物体的角度来看，会发生一些奇妙的事。表面顺利通过，没有墙，没有屏障，没有物理界限，只是向内探索之旅的平稳延续。但有一个关键区别，所有路径现在都通往更深的地方。以前向外的所有方向现在都指向内部。即使是光，即使是以最大速度运动的粒子，也无法从内部向外运动。几何形状已经扭曲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向外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方向。这就是广义相对论中对黑洞的定义，并非物质的缺失，而是事件世界的存在。事件世界是时空中的边界，超出这个边界的事件无法影响外在宇宙。史瓦西解描述了最简单的可能黑洞，不旋转，不带电，存在于一个空无一物的宇宙。但自然界的黑洞要复杂得多。1963年，纽西兰数学家科尔找到了旋转黑洞的解，描述了实际宇宙中绝大多数黑洞的性质。旋转的黑洞会拖着时空一起旋转，形成一个称为能层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相对于远处的观察者来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保持静止。我们稍后会再讨论旋转黑洞的奇特性质。1965年，彭罗斯证明了一个对理解黑洞有深远意义的定理。他证明，一旦事件世界形成，其内部起点的形成就不可避免，至少根据经典广义相对论是如此。这个基点即时空曲率变成无限大，广义相对论方程式失效的点代表了我们现有理论在描述黑洞中心所发生现象的最终失败。这些数学发现促成了物理学家所谓的无毛定理。该定理指出，黑洞是极其简单的物体。根据这个定理，一旦黑洞形成，就可以用3个数字来完全描述它：质量、电荷和角动量。关于构成黑洞的物质的所有其他资讯，包括它的组成、结构、历史等等，都消失在事件世界之后，与外在宇宙无关。黑洞没有毛发，没有复杂的结构，只有这3个基本属性。这种简洁既优雅又令人不安。这显示黑洞是终极的资讯毁灭者，会抹去关于它们形成和演化的所有细节。这直接引出了我们稍后将要探讨的资讯悖论。
这是理论物理学中最深奥的谜题之一。但从这项数学探索中还涌现出另一个原则，即宇宙审查。彭罗斯提出的这一猜想表明，自然界永远不会允许在真实的宇宙中形成裸起点，即没有事件世界的起点。如果宇宙审查是真的，那么起点总是被隐藏在事件世界之后，总是对外部宇宙不可见，无法对其光锥之外的任何事物产生因果影响。从本质上讲，宇宙会审查自身最极端的病态现象，防止它们扰乱外部时空有序的演化。这些数学见解将黑洞描绘成一幅图景，它不是神秘的宇宙怪物，而是广义相对论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你接受爱因斯坦关于重力使时空弯曲的描述，如果你接受物质可以被压缩到足够高的密度，那么黑洞必然存在。它们并非可有可无，它们并非宇宙偶然事件，它们是时空结构本身所必须的数学必然条件。这些方程式是确定性的。根据我们观察到的物理现象，黑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数学上的必然性，我们就可以将问题从它们是否存在转移到它们在宇宙演化中扮演什么角色。第3章，藏在星系心脏里的建筑师。一颗恒星坍缩形成的黑洞已经足够惊人，但在几乎每个大型星系的中心还藏着更庞大的存在。它们的质量不是太阳的10倍或100倍，而是数百万、数十亿甚至数百亿倍。这些超大质量黑洞并不只是安静地坐在星系中央，它们吞入气体，也把能量送回星系。它们能加热周围物质，压制新恒星诞生，甚至改变整个星系往后数十亿年的命运。黑洞看似只会吞噬，可没有它们，今天的星系也许根本不会长成我们看见的样子。如果没有超大质量黑洞，星系会变成什么样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从单一黑洞转向潜伏在星系中心的巨大天体。这些天体体积庞大，影响力巨大，它们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塑造着整个星系系统的演化。几乎每个大型星系的中心都存在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这些不是恒星质量的残骸，而是质量达到太阳质量数百万到数百亿倍的庞然大物。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被称为人马座 A 星号，其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400万倍。附近仙女座星系中心的黑洞质量约为1亿个太阳质量，而极端情况下，像是位于 M87 星系中心的黑洞，我们稍后会讨论，或某些黑洞，其质量可达数十亿个太阳质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将我们整个太阳系，包括太阳、所有行星、所有小行星、所有彗星，以及柯伊伯带外围的一切，压缩到其史瓦西半径，你就能创造出一个直径只有几公里的黑洞。相较之下， M87 星系中的超大质量黑洞的事件世界比我们整个太阳系还要大，它的史瓦西半径约为200亿公里，足以涵盖海王星之前所有行星的轨道。这些天体质量巨大，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它们完全主导了其宿主星系中心区域的引力动力学。银河系中心的恒星以惊人的速度围绕人马座 A 星号运行，尽管距离黑洞数光年之远，但它们只需几年或几十年就能完成一次轨道运行。透过对这些恒星多年甚至数十年的运动仔细追踪，天文学家已经能够精确测量人马座 A 星号的质量，并证实它确实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而不是其他一些奇异的天体。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些超大质量黑洞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恒星级黑洞有着明确的起源，
它们是耗尽核燃料并坍缩的大质量恒星的残骸。我们可以计算细节，模拟过程，有时还可以观测产生它们的超新星。超大质量黑洞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使质量最大的恒星，也只能产生质量约太阳质量100倍的黑洞。要制造一个质量相当于10亿个太阳的黑洞，你需要以某种方式将数百万个恒星级黑洞结合起来，或找到完全不同的机制。而且近年来，实际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韦伯太空望远镜拥有前所未有的红外线灵敏度，一直在观测早期宇宙，观察宇宙仅有几亿年历史时，不到目前年龄的5%的星系。韦伯望远镜在这些早期星系中发现了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的质量可达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太阳质量。它们在宇宙极其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并开始积极吸积物质。其中一项发现尤其令天文学家震惊：宇宙诞生于大约 5.7 亿年前，当时一个被称为星系的星系中的黑洞，其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个太阳质量。银河系中的另一个星系，或者说另一个星系，在宇宙只有 4.2 亿年历史的时候，其质量似乎约为200万个太阳质量。这些并非个案。韦伯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了超大质量黑洞，这表明它们很常见而不是罕见。如何？这些物体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巨大的？黑洞的成长受到物理定律的限制。当物质掉入黑洞时，会在吸积盘中升温，产生辐射，阻止物质进一步落入黑洞。理论上存在一个最大速率，称为爱丁顿极限，它由引力和辐射压力之间的平衡决定。如果按照爱丁顿极限增长，一个质量为3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级黑洞，假设持续吸积，这不太可能，需要数亿年才能达到100万个太阳质量，需要数十亿年才能达到10亿个太阳质量。然而韦伯向我们展示了在数亿年内形成的数十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除非发生了某些异常情况，否则数学计算结果无法成立。这些黑洞要么是透过特别有效的吸积，或异常密集的气体流，以某种方式增长得比爱丁顿极限还快，要么是从比恒星级黑洞质量大得多的种子开始的，要么存在一些我们尚未发现或完全理解的形成机制。一种可能性是在早期宇宙中，巨大的气体云直接坍缩成黑洞，而没有先形成恒星。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大、足够稠密的纯净氢和氦云，并且如果你能阻止它分裂成更小的碎片，它可能会坍缩成一个单一的物体，一举形成一个质量可能达到1万甚至10万个太阳质量的黑洞。这些种子黑洞随后可能会更快成长，在韦伯望远镜设定的时间限制内达到超大质量状态。另一种可能性是较小黑洞的碰撞和合并，在像年轻星系核心这样的致密恒星环境中，可能会形成大量的恒星级黑洞，然后透过一种称为动力摩擦的过程沉入中心，最终合并在一起，形成质量更大的天体。如果早期星系比今天的星系更加紧凑和致密，那么黑洞就能更有效地相互发现和合并，这个过程可能会加速。我们尚不清楚早期宇宙中究竟是哪一种机制，或是哪一种机制的组合，产生了我们观测到的超大质量黑洞。它仍然是天文物理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韦伯的数据不断挑战和完善我们的理论，但无论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一旦超大质量黑洞在星系中心形成，它们就开始以深刻的方式塑造这些星系的演化。2024年，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发表了一篇关于他所谓的星系和黑洞共同演化模型的研究论文。
这个想法并非完全是新的，天文学家几十年来都知道黑洞质量与星系性质之间存在相关性，但这项工作综合了多个波长的观测结果，并提供了正在发挥作用的反馈机制的详细图像。其观点是，超大质量黑洞及其所在的星系并非只是共存，它们透过一个已经运行了数十亿年的回馈回路，积极地调节彼此的生长，从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宇宙。运作方式如下：超大质量黑洞袭击物质时，物质并不会平稳地直接落入事件世界，相反，它会螺旋式地向内穿过吸积盘。这是一个围绕黑洞旋转的超高温气体漩涡，其速度极快，通常是光速的相当一部分。在这个圆盘中，粒子碰撞、磁场缠绕和重新连接产生的摩擦力，将气体加热到数百万度，使其像电磁波谱从无线电波到 X 射线，辐射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辐射以及透过复杂的磁流体动力学过程，我们仍在努力充分理解。垂直于吸积盘发射的强大物质喷流，会将能量向外传递到周围的星系中。这种能量并不会无害地辐射到太空中，它与星系中的气体相互作用，加热气体，推动气体四处移动，有时甚至以每秒数千公里的速度，将气体完全吹出星系，形成强劲的风。当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正在积极吞噬物质时，我们称它为活动星系核，或称为 AGN。 最强大的活动星系核的亮度可以比其整个宿主星系高出数百倍甚至数千倍，其光芒相当于数万亿颗太阳，在数十亿光年之外都能看到。亮度之高，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现时，人们一度将其误认为是附近的恒星。但这种惊人的能量输出会对宿主星系产生影响。活动星系核的辐射和喷流可以将周围的气体加热到数千万度的高温，使其无法冷却并坍缩形成新的恒星。气体温度过高，能量过大，它的热运动阻止了引力坍缩。从本质上讲，活跃的超大质量黑洞可阻止其宿主星系中的恒星形成，阻止新一代恒星的诞生，使星系失去继续增长所需的燃料。这是反馈机制。黑洞吸积气体，体积增大，活动增强，加热更多气体，抑制恒星形成，最终导致落入黑洞的冷而致密的气体量减少，从而导致黑洞活动减弱，气体在数百万年内冷却，恒星形成恢复，最终通过引力扭矩、恒星风和超新星爆发，将更多气体重新导入中心区域，重新激活黑洞，开始新的循环。这是一个可以持续数千万到数亿年的自我调节循环，而且似乎在整个宇宙的星系中都存在。观测表明，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与其宿主星系的性质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特别是与中心核球中恒星的质量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被称为 M sigma 关系，它表明黑洞质量与星系核球中恒星的速度弥散成正比。质量较大的黑洞存在于恒星运动速度较快的星系中，这显示引力视径更深。这种相关性非常紧密，只需测量恒星距离黑洞数百光年的运动距离，就可以预测星系中心黑洞的质量，误差在几个数量级之内。这种相关性在黑洞质量的4个数量级范围内都成立，从数百万到数百亿个太阳质量。这表明黑洞和星系在整个宇宙历史中一直在相互影响彼此的成长。如果没有超大质量黑洞，星系将会截然不同。由于没有反馈机制来限制它们的增长，它们的体型可能会更大。由于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加热和排出为恒星诞生提供燃料的气体，它们的恒星形成率可能会高得多，或者它们可能更加混乱和不稳定。缺乏有助于在宇宙时间尺度上维持星系结构的调节机制。从本质上讲，超大质量黑洞似乎扮演了宇宙恒温器的作用，调节着星系中心的气体温度和密度，控制着恒星的形成速度，塑造着星系的整体结构和演化。它们并非银河系演化中的被动乘客，它们是积极的参与者，是宇宙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来到2019年4月，世界望远镜合作组织发布第一张黑洞的直接影像，捕捉了 M87 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影像显示，一圈明亮的发光气体环绕着一个黑暗的中心区域，即世界本身的阴影。那片阴影非常巨大，直径约400亿公里，比我们整个太阳系还要大。明亮的环是吸积盘，气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围绕着黑洞旋转，温度高达数十亿度。这张图代表了重大的技术成就。M87 星系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尽管黑洞的世界直径达数十亿公里，但它在天空中所占的角度只有大约20微角秒，大致相当于从地球上观察月球表面上的一颗葡萄。为了实现这一分辨率， EHT 团队创建了一个与地球大小相当的虚拟望远镜，透过超长基线干涉测量，将世界各地的电波望远镜连接起来。 M87 的图像以及随后于2022年发布的人马座 A 星号的图像，标志着直接观测黑洞的开始。我们不再仅仅根据引力效应来推论事物的存在，我们正在观察它们，绘制它们的阴影图，研究它们附近物质的动力学，在可观测到最强的重力场中检验广义相对论。这些超大质量巨星塑造了星系结构，调节了恒星形成，并影响广阔区域的物质分布。它们与恒星、气体和暗物质一样，构成了星系结构，对星系演化至关重要。然而，尽管黑洞本身非常重要，但它们最深层的秘密或许并非在孤立存在时，而是在成对出现时才得以揭示。当两个巨大的天体螺旋式的结合在一起，并在自宇宙大爆炸以来最剧烈的事件中合并时，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讨论时空中的涟漪。第4章，宇宙第一次传来黑洞的声音。黑洞不会自己发光，两个黑洞在漆黑中互相绕转时，传统望远镜甚至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但它们无法隐藏一件事，它们会震动时空。那种震动以光速向外扩散，穿过星系，越过数十亿光年的距离，最后来到地球。讯号极其微弱，弱到需要测量比原子核还小得多的长度变化。人类花了几十年才终于听见第一声短促的周啾，那只有1/5秒，却证明了两个看不见的黑洞曾在遥远宇宙中合而为一。现在我们要谈谈人类如何听见黑洞。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天文学是一门视觉学科。我们先用肉眼观测天空，然后用望远镜观测，再用对波长和可见光敏感的探测器观测，从无线电波到伽马射线。但我们始终都在观察电磁辐射，光子在空间中传播，光以各种形式存在。广义相对论预言了不同的事物，一种观察宇宙的全新方式。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加速运动的物体会在时空结构本身产生涟漪，这种扭曲会以光速向外传播，并携带能量和有关产生它们的事件的资讯。爱因斯坦将这些涟漪称为重力波，但爱因斯坦本人对能否侦测到重力波持怀疑态度。它们极度虚弱，当重力波穿过你的身体时，
会在一个方向上压缩你，同时在垂直方向上拉伸你，拉伸的量远小于原子核的直径。这种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但要检测到它，需要测量小于10的21次方分之一的距离变化。这就像试图测量地球到最近恒星的距离，精度要小于一根头发的宽度。几十年来，探测重力波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物理学家们开发了一种灵敏度足以完成这项工作的仪器的概念，即雷射干涉仪，一种 L 型探测器，其臂长可达数公里。经过的重力波会交替地拉伸其中一个臂，同时压缩另一个臂，从而在穿过臂的雷射中产生微小的干涉图案。透过尽可能延长机械手臂并使用极其精确的雷射测量，这种仪器或许能够勉强探测到宇宙中最剧烈事件产生的引力波。美国建造了2个这样的探测器，分别位于路易斯安那州和华盛顿州，统称为 LIGO， 即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每个探测器都有长达4公里的机械手臂，保持在超高真空状态，镜面由精密的隔离系统悬挂，以屏蔽振动、温度波动和所有其他可想象的噪音源。LIGO 于2000年代初开始运行，但最初什么也没探测到。宇宙中的重力波似乎比预期的安静，或者说探测器的灵敏度还不够，因此合作团队关闭了探测器，并花了数年时间对其进行升级，改进雷射器，增强隔离系统，将灵敏度提高了10倍。高级 LIGO 于2015年9月上线，几天之内它就侦测到了异常。2015年9月14日，LIGO 的2个探测器都记录到了一个讯号，这是一个持续仅1/5秒的周啾声，其频率和振幅逐渐增加，然后突然中断。相距3000公里的2个探测器记录到了几乎相同的信号，只是在时间上因光在它们之间的传播时间而有所偏移。这证实这是一个穿过地球的真实信号，而不是局部噪声。此讯号与2个黑洞螺旋式靠近并合并的理论完全吻合。2个质量分别位约36个和29个太阳质量的黑洞，一直在相互绕转。随着它们以重力波形式辐射能量，它们逐渐靠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它们以每秒数百次的速度相互环绕，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行进，造成了足以在超过10亿光年之外被探测到的时空扭曲。在短暂的瞬间，这次合并释放的能量比可见宇宙中所有恒星加起来的能量还要多，相当于3个太阳质量的能量转化为重力波，纯粹的几何形状向外辐射穿过时空。最后一个黑洞的质量为62个太阳质量，比它所有前身黑洞的质量总和还要小。缺少的3个太阳质量已经转换为 LIGO 探测到的引力波能量。这次事件是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重力波，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在1个世纪前做出的预言：重力波是真实存在的。时空本身可以承载资讯，我们不仅可以透过光来观察宇宙，还可以透过几何学本身来观察宇宙。这也证实了另一件事：双黑洞是存在的，而且它们会合并。在此次探测之前，我们观测到过双中子星系统和黑洞围绕普通恒星运行的系统，但从未观测到2个黑洞相互围绕运行的系统。首次探测证明，此类系统会形成并演变至合并的地步。自首次探测以来， LIGO 及其欧洲姊妹探测器 Virgo 已经侦测到数十次黑洞合并事件，每一项研究都提供了关于黑洞数量、双星系统如何形成和演化、强引力场中时空行为，以及广义相对论在可观测到的最极端条件下是否成立的新资讯。
但其中一项发现尤其令人费解且意义重大。2023年11月23日，探测器记录到2个质量分别为约140和103个太阳质量的黑洞合并产生的讯号，最后一个黑洞的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233倍，释放出的重力波能量相当于10个太阳质量，比第一次侦测到的能量还要多。这项发现之所以意义重大，与恒星演化理论有关。回想我们之前描述的过程，大质量恒星如何将元素聚集成铁，然后坍缩。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提到的复杂情况，对于核心坍缩时质量在特定范围内，大约在65到130个太阳质量之间的恒星，会发生一些不同的情况。在这些恒星中，核心温度极高，核心中的光子具有足够的能量自发地产生电子正电子对，这种粒子对的产生会从核心中移除能量，导致压力下降，使核心进一步收缩。收缩使核心升温，导致爆炸性氧气燃烧，产生压力使核心膨胀，膨胀使核心冷却，从而减少正负电子对的产生，恢复压力使核心再次收缩。这颗恒星变得不稳定，剧烈脉动，最终脉动变得如此极端，以至于恒星在所谓的双不稳定性超新星爆发中彻底解体，不留任何残余，也没有形成黑洞，整颗恒星被炸成碎片，散落在宇宙各处。这个过程会在黑洞的质量谱中造成一个缺口。理论预测，由恒星坍缩形成的黑洞质量应该在65到130个太阳质量之间，这被称为对不稳定性质量间隙。然而后来的探测却发现了质量正好位于这个间隙中的黑洞。根据我们对恒星演化的理解，质量为太阳140倍的恒星前身星不应该存在，可能有几种解释。或许这些黑洞是透过层级合并形成的，较小的黑洞合并成较大的黑洞，然后较小的黑洞再合并成更大的黑洞，透过多代合并来绕过质量差距。或许我们对双星不稳定性超新星的理解还不完整，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完全考虑到的恒星演化路径，使得一些质量在此范围内的恒星能够直接坍缩成黑洞。或许这些黑洞是在早期宇宙中透过某种奇怪的机制形成的，它们是与恒星坍缩无关的原始黑洞，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像后来的探测这样的发现，正迫使我们修改和完善我们的理论，考虑新的可能性，并认识到宇宙中的黑洞数量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重力波天文学仍处于起步阶段， LIGO 和 Virgo 侦测到的黑洞合并事件可以追溯到数十亿光年之外，它们只侦测到了宇宙的一小部分。未来的探测器，例如雷射干涉太空天线 LISA， 将从太空进行观测，探测宇宙时间中发生的超大质量黑洞合并产生的低频重力波。LISA 将能够观测质量是太阳数百万到数十亿倍的黑洞，观察它们在数月或数年内螺旋式的聚集在一起，并以极其精细的细节绘制出它们的轨道运动轨迹。这些观测结果将告诉我们超大质量黑洞是如何成长的，它们合并的频率如何，星系是如何相互作用和演化的。它们将提供宇宙历史上所有黑洞的完整普查，从最小的恒星残骸到宇宙中最庞大的黑洞。它们将使我们能够在目前无法进入的地区检验广义相对论。当两个黑洞合并时，时空本身会发生动态扭曲，弯曲方式会迅速变化，从而创造出地球上任何实验室都无法复制的条件。透过重力波观测这些合并事件，我们可以检验广义相对论在这些极端条件下是否能准确描述时空。
或者是否需要对爱因斯坦的理论进行修改。到目前为止，广义相对论经受住了所有考验。我们观测到的重力波与理论预测吻合的异常精确，但我们仍处于观测新时代的早期阶段。随着探测器灵敏度的提高，随着我们观测到更多距离更远、质量更大的星系合并事件，我们或许还会发现一些偏差。因此，广义相对论是对更深层事物的一种近似描述。重力波赋予我们观察宇宙的新视角，让我们得以聆听时空本身的声音。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充满黑洞碰撞和合并的宇宙，释放的能量以爆发的形式在数十亿光年内回荡。这些事件并非罕见的宇宙奇观，它们很常见，宇宙中到处都有，可能每隔几分钟就会发生一次。黑洞并非孤立的、一成不变的物体，它们是动态的、互动的、不断发展的。它们是由恒星坍缩、直接坍缩或原始密度波动形成的。它们透过吸收物质和相互融合而生长。它们塑造星系，调节恒星形成。最终，经过我们以后将要探讨的时间尺度后，它们甚至可能会完全蒸发，将它们的能量回馈给宇宙。第5章，落进黑洞的资讯去了哪里？假如你把一本书丢进火里，文字会消失，纸张会化成烟和灰，但按照量子力学，书中的资讯并没有真正被抹去，它只是被打散，藏进灰烬、热量和光子的微小状态里。那么，把同一本书丢进黑洞呢？世界不会把任何消息送回来，而黑洞又可能在极漫长的岁月后，透过霍金辐射完全蒸发。如果最后只剩下一团看似随机的热辐射，书中的资讯到底去了哪里？这个问题让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正面冲突，两套最成功的理论不能同时给出完整答案。接下来是一个困扰物理学家近半个世纪的问题，它被称为黑洞资讯悖论，代表了科学界两个最成功的理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的冲突。让我一步一步地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它既微妙又具有革命性，触及了量子理论最深层的原理。想象一下，你有一本书，一本实体书，上面印着文字。这本书包含了墨水分子的图案资讯，这些图案按有意义的顺序排列，形成字母、单字、句子，表达思想。现在，假设你把这本书丢进火里，书本燃烧，纸张化为灰烬和烟雾，墨水分子分解并扩散成二氧化碳和其他燃烧产物。这本书作为一个实物被摧毁了，分解成散落的原子、分子和光子。但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书中的资讯其实并没有被销毁。构成这本书的每一个粒子的精确量子态，分子的精确排列，每个原子的具体位置和动量，每个电子的量子数，所有这些资讯都保存在烟雾、灰烬、热和光的量子态中。资讯已被扰乱，几乎无法获取，分散在无数粒子中，散布到环境中，但它并没有被销毁。原则上，如果你能以完美的精度测量所有燃烧产物的量子态，如果你知道每个发射的光子的确切轨迹和偏振，每个烟分子的确切位置和速度，每个灰烬粒子的确切量子态，并且如果你拥有神一般的计算能力来反向运行方程，你就可以重建这本书的原始量子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让这本书重见天日，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原理称为正性，它是量子力学的绝对基础。量子演化有算符描述，有算符是保持几率不变的数学变换。量子资讯在任何物理过程中都不会真正消失，它可以被打乱、分散，在实践中变得难以获取。
但在原则上始终得以保留。封闭系统的量子态依照薛丁格方程式确定性的演化，而这种演化是时间可逆的。如果正性被破坏，如果资讯真的可以被销毁，那么量子力学的数学架构就会崩溃，几率总和不会等于1，你可以凭空创造能量，因果关系可能被打破。经过无数实验的超高精度检验，量子理论的整个逻辑系统将会崩溃。现在让我们想想，如果你把那本书丢进黑洞而不是火里，会发生什么事？根据经典广义相对论，这本书会穿过事件世界，并向中心的起点坠落。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书中的资讯现在完全无法取得，任何讯号都无法从事件世界内部逃逸出来。这些资讯实际上已经从宇宙中移除，被隔离在单向膜之后。但接下来事情就变得有趣了。1974年，霍金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他证明当量子力学原理应用于黑洞时，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黑洞并非完全是黑色的，它们会发出辐射，机制十分精妙，根植于量子场论。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空的空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空，即使在完全真空中，量子场也始终存在，并且不断波动。虚粒子、极粒子、反粒子对会自发性产生，然后在比直接测量的时间尺度还要短的时间尺度内相互湮灭。这些虚粒子存在于量子灰色地带。根据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它们可以从真空中急用能量，但时间很短，之后便会将其释放出来。它们真实存在，足以产生可测量的影响。它们对原子光谱中的兰姆位移有贡献。它们在导电板之间产生卡西米尔粒，但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粒子。在事件世界附近，这些量子涨落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使它们从虚拟变为现实。粒子、反粒子对可以出现在世界之外，正常情况下，它们会迅速被消灭。但是，如果它们出现在足够接近事件世界的位置，则可能会发生其他事情。一个粒子在湮灭发生前落入世界，而另一个粒子逃逸到无限远处。从外部宇宙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表明黑洞发射了一个粒子，逃逸的粒子变成了真实存在的粒子，将正能量从黑洞中带走。从外部视角来看，下落的粒子可以被认为是携带负能量的，它会降低黑洞的质量能量含量。黑洞发生了辐射，在此过程中损失了少量质量，这种辐射的温度与黑洞的质量成反比。小型黑洞温度很高，质量巨大的黑洞是冷的。这个公式很精妙，开尔文温度约6乘以10的负8次方除以太阳质量，质量为太阳10倍的黑洞温度约为6纳开尔文。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质量为400万个太阳质量，温度约15非开尔文，比绝对零度高1500万分之一10亿分之一度。这个过程现在被称为霍金辐射，这意味着黑洞会慢慢蒸发，它们会发出热辐射。对于大型黑洞来说，这种辐射温度非常低，但仍然是真正的辐射。它们在释放这种辐射的同时，也会损失质量。最终，经过恒星质量或超大质量黑洞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后，它们会完全蒸发。对于太阳质量的黑洞而言，霍金辐射的温度比绝对零度高约1000万分之一度，蒸发的时间尺度约为10的67次方年，远远超过宇宙的当前年龄。对于超大质量黑洞而言，时间尺度甚至更极端。但原则很明确，黑洞并非永恒存在，至少根据量子理论，它们的寿命是有限的。问题就在这里。霍金证明，
黑洞发出的辐射纯粹是热辐射，完全随机，不包含任何关于落入黑洞的物质的资讯。它就像任何高温物体随机发出的光，仅以温度为特征，没有任何结构能够编码下落物质的量子态。那么，我们丢进黑洞的那本书里的资讯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霍金的计算，资讯将被销毁。当黑洞最终完全蒸发时，落入其中的资讯就消失了，从宇宙中被抹去，彻底不可逆转的摧毁。但这违反了统一性原则。量子力学认为资讯无法被摧毁，广义相对论和霍金的计算表明它已被摧毁。这些理论中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或是不完整，或是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资讯悖论。这不仅是理论物理学家争论的深奥难题，这是我们对自然理解的根本危机。如果资讯在黑洞中被摧毁，那么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就是错误的。如果资讯得以保存，那么我们就遗漏了关于黑洞运作方式的一些关键资讯。我们对广义相对论或量子场论的理解必然是不完整的。几十年来，物理学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资讯确实会被销毁，但我们需要修改量子力学，以允许在极端情况下资讯遗失。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资讯必须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它以霍金最初的计算中无法看到的微妙方式编码在霍金辐射中。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更奇特的解决方案，资讯或许会透过虫洞逃逸，或是被编码在事件世界本身，或是透过量子穿隧效应泄露出去。这场辩论非常激烈，物理学界的泰斗各执一词。霍金本人曾花了数十年时间捍卫资讯会被销毁的观点，尽管他后来改变了这个想法。一位物理学家曾与霍金和另一位物理学家打赌，资讯是可以保存的。霍金在2004年承认了这一赌约，尽管保存的方法仍然不清楚。2019年，物理学家及其合作者透过仔细分析所谓的佩奇曲线，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条曲线描述了霍金辐射的熵在黑洞的生命周期中如何演变。如果资讯得以保存，曲线应该呈现特定的形状，首先随着黑洞蒸发而增加，然后随着资讯开始在辐射中出现而减少。这项工作表明，透过仔细考虑黑洞与其辐射之间的量子纠缠，可以恢复与资讯保持一致的佩奇曲线。资讯不会立即泄露，它仍然编码在黑洞和它所发射的辐射之间微妙的量子关联中。随着黑洞不断蒸发，这些关联性会增强。最终，当黑洞大约一半的质量辐射出去后，资讯开始在霍金辐射中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了解资讯是如何泄露的。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量子重力理论来详细描述黑洞内部和蒸发过程。这项工作表明，在某些量子引力的思考框架内，特别是那些涉及全像原理的框架，我们稍后将讨论，资讯保存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是自然的。资讯悖论至今仍未得到官方解决，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完整的解决方案。但这项工作及相关进展已经改变了物理学界的共识，使人们相信资讯确实得以保存。而正性即使对于黑洞也成立。我们看到的不是基本量子原理的违背，而是对统一量子力学和引力的更深层次理论的瞥见。黑洞有温度，有熵，遵循热力学定律，而这些热力学性质暗示时空本身的本质存在着一些惊人的秘密。我们先从熵开始。在日常热力学中，熵衡量的是无序程度，即系统在保持相同宏观性质的情况下可以具有的微观构型的数量。一杯热咖啡的熵
比同一杯咖啡冷却并与周围空气混合后的熵要低，因为当分子分散在室温下时，它们的排列方式更多；而当分子浓度高且温度高时，它们的排列方式更多。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黑洞具有熵。黑洞的熵并不像你可能预期的那样与其体积成正比，而是与其事件世界的面积成正比。具体来说，黑洞熵是世界面积的1/4，以普朗克单位衡量，其中普朗克长度约为10⁻35米。这是一个量子引力效应变得重要的微小长度尺度。对于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来说，熵非常大，约10^61次方。对于一个质量为11个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来说，熵约为10^79次方。这些数字非常大，远远超过任何具有类似质量的普通物体的熵。熵与面积之间的关系在最初提出时令人费解，为什么熵与面积成正比，而不是与体积成正比？答案或许就在于全相原理。这是近几十年来理论物理学中涌现的最重要的想法之一。全相原理表明，空间区域内包含的所有资讯都可以编码到该区域的边界上，就像全相图像3维资讯编码到2维表面上一样。应用于黑洞，这意味着所有落入其中的物质，所有关于粒子、场和量子态的资讯，都可能以某种方式编码在事件世界本身。请思考片刻，事件世界并非一个实体表面，这是时空中的一道数学边界，一个无法挽回的点。然而，全相原理表明，这个边界编码了内部所有事物的资讯。黑洞内部的3维空间完全可以用分布在其2维表面上的资讯来描述。如果属实，这将产生重大影响。这表明时空本身可能是涌现的。我们所体验的3维空间可能源自于存在于低维度表面上的更基本的自由度。从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说，宇宙可能是全相的。我们所感知的现实是由编码在遥远边界上的资讯涌现出来的。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想法，得到了弦理论和其他量子重力方法的计算支持。全相原理已在某些时空玩具模型中得到精确验证。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它将是统一量子力学和引力的任何完整理论的核心。黑洞也有温度，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霍金温度。对黑洞而言，温度与质量成反比。微小的黑洞很热，巨大的黑洞很冷。太阳质量的黑洞温度约为60纳开尔文，比绝对零度高61/1度。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温度约为10⁻14次方开尔文，冷得难以想象。但温度意味着热辐射，而霍金辐射正是热辐射。热辐射会带走能量，这意味着黑洞会像任何在寒冷环境中冷却的热物体一样，在蒸发过程中冷却下来，这遵循热力学原理。甚至还有黑洞类比的热力学第2定律。霍金在20世纪70年代初证明，宇宙中所有事件世界的总面积永远不会减少，至少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是如此。当黑洞合并时，最终形成的黑洞世界面积大于合并前2个黑洞面积总和。面积增加定理反映了热力学第2定律。该定律指出，在孤立系统中，总熵永远不会减少。当有人提出黑洞有熵，霍金计算黑洞的温度时，人们觉得这些可能只是类比，是有用的数学相似性，而没有物理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理学家们意识到这些并不是类比。黑洞确实具有热力学性质，它们是具有真实温度和真实熵的热物体，遵循实际的热力学定律。这一认识改变了我们对黑洞的看法。它们不仅仅是引力井，
它们是热力学系统中商值最大的系统，就其尺寸而言。它们是物理学允许的最有效的资讯储存设备，能够在其视野范围内储存尽可能多的资讯。它们是热力学演化的终点，是物质和能量最大程度无序的构型，而这又与黑洞可能存在的原因有关。或许它们是宇宙最大化熵的一种方式，是探索物质所能达到的最高熵状态的一种方式。当一颗恒星坍缩形成黑洞时，熵值会急剧增加。恒星及黑洞的熵远大于形成它的恒星。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黑洞的形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驱动力与自然界所有不可逆过程的熵原理相同。宇宙倾向于高熵状态，在足够短的时间内，物质倾向于以最大程度的无序的方式排列自身，同时遵守守恒定律和物理约束。黑洞代表了高度浓缩物质的最高熵状态，它们的存在或许在热力学上更受青睐，在统计上也更受青睐。其原理与咖啡冷却、冰融化、恒星燃烧燃料的原理相同，但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奇怪的颠倒现象。黑洞虽然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熵，但也会将其隐藏在事件世界之后，使外部观察者无法接触到它。黑洞内部如果有任何结构的话，也是看不见的。熵所代表的所有复杂性和无序性都被掩盖起来，不为人所知。这或许能告诉我们资讯与引力之间的一些关系。或许资讯不喜欢过于集中，也许当你试图将过多的资讯塞进过小的空间时，时空本身会做出反应，形成一个世界，将资讯与外部宇宙分隔开来。全像原理表明，资讯密度存在最大值，即在给定的空间区域内可获得的资讯量是有限的。当达到那个极限时，可能会出现黑洞。这些热力学见解揭示了黑洞是量子统计系统，而不仅仅是几何物件。它们同时受广义相对论定律描述它们的时空几何，和量子力学及热力学定律描述它们的资讯含量和热特性的支配。它们处于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的边界，处于确定性几何演化和几率性量子行为的边界，处于宏观和微观的边界。它们是翻译不同物理物件语言的罗塞塔石碑。这些物件必须同时与多个框架保持一致，因此限制了这些框架的统一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洞可能存在，因为宇宙需要连接不同物理理论的桥梁，需要同时体现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热力学原理的物体。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性质，揭示了这些理论之间原本可能隐藏的深刻联系。这并非意外，它们是必然的，是物理学本身逻辑一致性所暗示的，是认真对待我们所有理论，并探究它们如何相互契合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像黑洞这样将重力与量子资讯精确连接的物体，宇宙就无法维持逻辑上的连贯性。但我们一直以来讨论黑洞的方式，就好像它们是很简单的，只以质量和或许还有电荷为特征。事实上，宇宙中几乎每个黑洞都有另一个关键特性，它会大幅改变黑洞的行为，并开启更奇特的可能性。第6章，旋转的黑洞拖着时空一起转。真实宇宙中的恒星会旋转，它们坍缩后，角动量不会凭空消失，于是几乎所有黑洞也都在旋转，而且可能转得非常快。在旋转黑洞附近，时空不再只是弯曲，它会被黑洞拖着一起旋转。进入能层之后，你甚至无法相对遥远星空保持静止，整片时空都在流动。更惊人的是，旋转黑洞并非只能吞噬能量，在理论上，我们甚至可以从它的自转中取出能量。
这让黑洞从宇宙深井变成一座几乎无法想象的能源库。真实宇宙中，几乎所有黑洞都在旋转。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最简单的黑洞，也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史瓦西节。这些是不旋转的黑洞，形状完美呈球形，唯一的特征是质量。但在真实的宇宙中，这样的黑洞可能极为罕见。坍缩形成黑洞的恒星都在旋转。螺旋式进入不断增长的黑洞的气体携带角动量。黑洞无论以何种方式形成，诞生之初都是自旋的，而这种自旋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们的几何形状和行为。1963年，纽西兰数学家科尔找到了旋转黑洞的精确解，这个如今被称为科尔解的数学结果，描述了旋转质量周围的时空，并揭示了比史瓦西解法所能暗示的要奇怪得多的现象。旋转黑洞并非只有一个确定的半径，它确实有一个事件世界，但在事件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表面，称为静态极限或能层外边界。在这个区域内，时空本身会被黑洞的旋转拖曳着。广义相对论预测，任何旋转物体都会受到这种参考系拖曳效应的影响。这种效应在旋转的行星和恒星周围很微妙，虽然可以测量，但很小。地球自转时会带动时空一起运动，从而在卫星轨道上产生微小的进动效应。这些效应已被精确测量。在旋转的黑洞周围，这种效应会变得极端、显著、不可阻挡。在位于静态极限和事件世界之间的能层内部，时空旋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相对于遥远的恒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持静止，甚至连光也不能。一切都被拖曳着朝着黑洞自旋的方向移动。当太空人试图悬停在固定位置时，无论引擎的动力有多强劲，都会发现自己被拉入旋转状态。即使他们把火箭指向任何方向，全力推进，他们仍然会像飓风中的树叶一样被黑洞卷走。时空的几何结构本身就处于运动之中，该区域内的一切事物都必须随之移动。你可以沿着旋转方向移动得更快或更慢，但你不能保持静止，当然也不能快速地逆着旋转方向移动，以至于在远处的观察者看来你是静止的。但与事件世界相比，那层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以下几点：它位于事件世界之外。事件世界是一个单行道，一个没有回头路的点，但是能层外边界可以双向穿越。你可以进入能量层，然后透过消耗足够的能量逃离出来。跨越静态极限并不代表你注定失败，你只是受到这种强烈的框架和拖曳效应的影响，迫使你随着黑洞旋转。这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早由彭罗斯在1969年指出。这种机制非常违反直觉，以至于在最初提出时几乎显得神奇。假设一个物体沿着精心计算的轨迹进入能层，在能层内部，它分裂成两个部分，可能是由于太空船抛弃了一些货物，一个粒子衰变成两个子粒子，其中一块碎片落入事件世界。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会吸收负能量。是的，负能量。在能层内，某些轨迹相对于无限大具有负能量，这意味着沿着此类轨迹运动的物体对系统的总质量能量有负贡献。另一块碎片逃逸出能量层，携带的能量比原物体还要多。这额外的能量从何而来？来自黑洞的旋转。黑洞的旋转速度略微减慢，角动量减小，旋转能转换为逃逸碎片的动能。彭罗斯过程提供了一种从旋转黑洞中提取能量的机制，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奇特现象，大自然或许真的会利用这个过程。原则上，
透过这种机制，你可以提取最大旋转黑洞高达 29% 的质量能量，这比核融合效率高得多。核聚变只能将不到 1% 的质量转化为能量。理论上，先进文明可以利用旋转黑洞作为能源，透过电缆将物体放入能层，或以精心计算的轨迹发射粒子来提取旋转能量，从而利用黑洞的自旋来为其文明提供动力。彭罗斯最早提出了这种机制，后来因其在黑洞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他曾推测，我们观测到的从活动星系和喷出的喷流，可能是由这种过程的变体驱动的。磁场扮演着分裂机制的角色，从超大质量黑洞中提取旋转能量，并将其引导成两束粒子和辐射，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射向远方。是否有任何文明能够达到这样的技术成就，尚属推测。但这种机制的存在本身就揭示了旋转黑洞的一些深刻奥秘。它们不仅是重力井，而且是位能库，是旋转能量的储存库，可以透过与扭曲的时空几何结构进行精心协调的相互作用来获取这些能量。旋转黑洞内部的几何结构比外部更奇特。在史瓦西黑洞中，中心的起点是一个单点，时空曲率变成无限大。在旋转的黑洞中，起点是一个环，一个曲率发散的一维环，而环状起点开启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可能性。根据旋转黑洞解的数学原理，原则上你可以穿过环状起点，不会遇到无限的潮汐力。另一方面，你将进入一个时空几何完全不同的区域，在那里，一些通常是类时间的量会变成类空间的量，反之亦然。对旋转黑洞解的一些解释表明，这个内部区域可能与其他宇宙或远离黑洞的时空其他区域相连。这些可能性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切实际的。真正的黑洞可能没有完美的环状起点。量子效应可能会以我们尚未理解的方式使起点变得平滑。即使旋转黑洞解所预测的几何形状是准确的，环状起点之外的内部区域也可能不稳定，发生坍缩或变化，阻止任何物体穿过。但单就数学结构而言，就足以说明问题。这表明旋转黑洞的内部几何结构比我们预期的要丰富得多。时空可以以似乎违背我们对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直觉的方式扭曲和连结。这些解决方案即使是理想化的，也指出当广义相对论被推向极端时所潜藏的怪异之处。真实存在的黑洞旋转速度范围很广，有些黑洞可能旋转得很慢，几乎与史瓦西黑洞无异。其他一些天体可能正在接近理论最大值旋转，此时事件世界缩小到几乎触及环状起点，能层变得巨大。事件世界望远镜拍摄到的 M87 星系中的黑洞似乎正在旋转，据估计它的旋转速度已达到最大可能速度的相当一部分。自转会影响黑洞周围的吸积盘，能层中的框架脱液会影响气体的轨道运动方式，从而形成一些区域。在这些区域内，轨道可以比在非旋转黑洞周围更靠近事件世界而保持稳定。从活动星系核中喷出的喷流，即从超大质量黑洞以接近光速喷射而出的强大物质流，很可能是透过与彭罗斯机制相关的过程提取旋转能量而获得动力的，而这一过程是由穿过能层中的磁场介导的。重力波天文台侦测到，当旋转黑洞合并时，最终残余黑洞的自旋取决于其前身黑洞的自旋和轨道角动量。LIGO 和 Virgo 的数据表明，合并中的黑洞具有一系列自旋值，有的高，有的低。
这为了解它们的形成历史和它们演化的环境提供了线索。旋转黑洞也以微妙的方式与资讯悖论连接起来。框架拖曳和能层结构可能为资讯逃逸提供机制，而这些机制在非旋转黑洞中并不存在。一些量子重力理论表明，毛发定理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旋转黑洞，而落入其中的物质的微妙印记可能会以我们尚未理解的方式在时空几何中持续存在。但抛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谈，旋转黑洞的存在揭示了重力和角动量的本质意义。即使在最极端的引力坍缩中，旋转仍得以维持。坍缩的恒星不会变成点质量，而是变成一个旋转的起点。旋转资讯在坍缩过程中得以保留，并编码在事件世界和能层几何结构中。这显示黑洞并非完全抹除资讯，即使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在不考虑量子效应的情况下，黑洞也保留着某些类型的资讯，特别是它们的质量、电荷和自旋。宇宙不允许这些基本属性被完全抹除。这里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无论崩溃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最少量的资讯。为什么这对于理解黑洞存在的原因很重要？因为这显示黑洞是遵循规则的物体，受守恒定律的约束，并遵循支配所有物理系统的相同原理。它们呈现的是极端物理，却从来不是无法无天。它们不违反角动量守恒定律，它们也没有忽视热力学，它们无法摆脱量子力学对资讯施加的限制。它们存在于物理学的框架之内，是物理定律在极端条件下持续应用的自然结果。它们的存在对于维持该框架在所有可能条件下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可能是必要的。从日常尺度到物质和能量，可以呈现的最压缩、最有活力、最旋转的构型。第7章，我们为什么害怕黑洞？人类害怕看不见的事物，也害怕没有回头路的界限。黑洞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它没有可供站立的表面，事件世界也不是一堵墙，你越过它的那一刻，甚至不一定感到任何撞击。但从因果关系上说，你已经离开外在宇宙。正因如此，黑洞在科学之外，也成为危险、失落、遗忘与转变的象征。不过，真实黑洞并不会像吸尘器一样，从远处把整个宇宙吞掉。我们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它的引力，而是它逼我们面对一道知识也无法轻易跨越的边界。在科学之外，黑洞也深深进入了人类的想象。星系很美，中子星很奇特，超新星很壮观。但黑洞以另一种方式激发了人们的集体想象。或许是因为隐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文化中，看不见的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黑洞是隐形的极致体现，是连光都被困住的地方。或许这就是临界点。人类总是倾向于走向无法回头的境地，做出不可逆转的选择。事件世界是不可逆转的变化的完美隐喻，它象征着超越了回头路的临界点。在流行文化中，黑洞通常代表危险，是可能吞噬地球的宇宙威胁，这夸大了实际风险。一个与太阳等质量的黑洞，在相同距离上产生的引力与太阳并无不同，这也揭示了黑洞本质的一项重要事实。它们是熟悉的规则不再适用的真正界限，但黑洞也代表着待解的谜题，是知识的前沿。对物理学家来说，它们之所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们很极端，因为它们迫使人们认真思考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这种威胁与机会、抹除与揭露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人类与未知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恐惧未知的事物，
却又渴望探索它。这其中也蕴含着哲学层面的意义。黑洞挑战了人们对持久性和同一性的基本直觉。当物质越过事件世界时，它就与外在宇宙在因果关系上脱离了。它在何种意义上仍然存在？如果一个物体不能与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相互作用，如果它除了透过自身的引力场之外，不能发送讯号或施加影响，那么它是否就不再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存在了呢？事件世界望远镜拍摄的 M87 影像，即环绕绝对黑暗的明亮光环，以一种鲜明的方式展现了它的美。这是一幅纯粹几何学的图像，描绘了光线在弯曲的时空周围弯曲的景象。对艺术家和作家来说，黑洞已经成为超越字面物理学的象征符号，它们象征着遗忘与转变，结束与开始。它们在科幻小说中作为情节工具和隐喻出现，在诗歌中作为失落或超越的意象出现，在视觉艺术中作为宇宙力量的象征出现。它们的描述夸大了实际风险，这种威胁与机会、抹杀与启示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人类与未知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幅纯粹几何的图像，描绘的是光线在弯曲时的空中折射的景象。但或许最重要的是，黑洞提醒我们自身在宇宙中的渺小。我们渺小、脆弱、短暂。宇宙中存在着质量极为巨大的物体，它们能够扭曲时空本身，它们的合并威力极为强大，能够以重力波震动宇宙。它们寿命如此之长，即使在太阳燃烧殆尽，地球化为尘埃之后，它们仍然会存在。这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它也能给人启发。我们这些渺小、脆弱、短暂的生物，已经弄清楚黑洞是什么了。我们已经写出了描述它们的方程式。我们已经制造出能够探测数十亿光年范围内这些天体的仪器。我们拍下了它们的影子。我们已经测量了它们在时空中产生的涟漪。黑洞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理解的尺度上，但我们能够理解它们。我们运用数学和观察力跨越遥远的距离，去了解我们永远无法亲身前往、永远无法触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无法察觉的物体。所以，黑洞的存在，部分原因是为了被人们理解，不是因为宇宙在乎我们是否理解它，而是因为我们在乎。我们是观察者，是提问者。我们获取存在的原始数据，并从中建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询问黑洞存在的原因，也是在询问我们存在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能够思考宇宙的有意识的生命？第8章，当最后一个黑洞也熄灭。黑洞看起来像宇宙中最接近永恒的东西，但它们并非真正不死。霍金辐射会让黑洞极其缓慢地失去质量。对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来说，蒸发需要大约10的67次方年。那不是文明可以等待的时间，甚至不是恒星和星系可以等待的时间。到了那个遥远的近乎失去意义的未来，恒星早已熄灭，星系也逐渐散开，黑洞将成为黑暗宇宙中最后一批大型天体，然后连它们也会消失。最后留下的也许只是一片持续膨胀、愈来愈冷的稀薄辐射。最后，我们还要面对黑洞的命运。在遥远的未来，当所有恒星都燃烧殆尽，宇宙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时，黑洞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已经讨论过，黑洞是如何形成、成长、合并和塑造星系的，但我们还没有面对它们的最终命运。尽管黑洞看似永恒，但它并非真的存在。在远超宇宙目前年龄的漫长尺度上，黑洞会蒸发，透过霍金辐射缓慢地辐射掉它们的质量，直到它们完全消失。
让我们用数字来量化这个过程，因为其中涉及的时间跨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乎荒谬的巨大。记住，太阳质量的黑洞温度约为60纳开尔文，比绝对零度高61/1度，并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辐射霍金辐射，功率输出约10的-28次方瓦，远小于从遥远恒星到达地球的单一光子的能量，微弱的难以想象。以这个速度，太阳质量的黑洞完全蒸发所需的时间，大约是10的67次方年。让我试着向你解释一下这个数字的含义，虽然这几乎不可能凭直觉理解。宇宙目前的年龄约为140亿年，大约是10的10次方年。最后形成的恒星，即以极低速率燃烧氢的小型红矮星，其预期寿命约为10兆年，也就是10的13次方年。所有恒星残骸冷却到宇宙背景温度所需的时间，可能是10的14次方年。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蒸发需要10的67次方年，那是10的53次方，比上一代恒星的寿命还要长好几倍。如果你试着从现在开始数秒，直到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蒸发，每秒连续数一个数字，你需要的时间将比宇宙中目前存在的时间还要长，才能数到10的20次方。而且你还有10的47次方个数量级要数，你甚至连4舍5入的误差都算不上，你离实际时间尺度还差得很远，根本不算是4舍5入的误差。换句话说，1秒钟与宇宙目前年龄的比值，远大于宇宙当前年龄与太阳质量黑洞蒸发时间的比值，而且这种比值大得难以想象。与黑洞蒸发的时间尺度相比，我们宇宙的年龄微不足道，就像一次心跳与宇宙的年龄相比一样。对于超大质量黑洞而言，时间尺度甚至更极端，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质量为10亿太阳的黑洞，就像大型星系中心的黑洞一样，大约需要10的98次方年才能蒸发殆尽。如果存在或形成质量为10000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那么它需要10的108次方年才能形成。这些数字如此庞大，几乎失去了意义。这些是质子可能发生衰变的时间尺度。如果质子不稳定的话，这些时间尺度表明，宇宙的膨胀会将所有星系推得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本地引力束缚星系群之外的任何星系都无法从其他星系中看到。每个孤岛宇宙都孤立地存在于不断膨胀的虚空中，它们代表着宇宙热寂的时间尺度。热寂是最终的平衡状态，所有有用的能量都已耗散，所有温度梯度都已消失。由于没有自由能量来驱动任何过程，因此不会再发生任何有趣的事情。在遥远的未来，黑洞将是仅存的最后几个结构化天体之一。恒星燃尽之后，行星被摧毁或抛入星际空间之后，白矮星和中子星冷却到背景温度之后，黑洞将继续存在。它们将成为宇宙中占主导地位的大质量物体，在不断膨胀的虚空中游荡，偶尔会在偶然相遇时合并，但大多时候是孤立存在的，缓慢而不易察觉的蒸发，最终连它们也会消失。黑洞生命的最后时刻比早期阶段更具戏剧性。黑洞透过霍金辐射损失质量时，其温度会升高。记住，对于黑洞来说，温度与质量成反比，因此随着黑洞体积缩小，它会变得更热，辐射速度也会加快，这会导致它更快地失去质量，从而使其温度进一步升高。回馈流程失控了。在存在的最后时刻，一个已经蒸发了10到67年或更长时间的黑洞，会突然爆发出惊人的温度和亮度，可能会在彻底消失之前，以最后一次爆炸的方式，释放出相当于数百万颗核弹的能量。
剩下的只是不断膨胀的热辐射球体。光子和粒子带走了黑洞最后的质量能量，消散在宇宙中，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事件世界，没有时空弯曲，没有任何资讯被锁定在任何表面之后，只是在太空中传播的辐射，与宇宙中任何其他热辐射都无法区分。这就引发了人们对资讯最终命运的疑问。我们已经讨论过资讯悖论，即当物质落入黑洞时，资讯是否会被保存下来。如果资讯确实被保存下来，以某种方式编码在霍金辐射中，那么在黑洞完全蒸发后，原则上这些资讯必须能够完全恢复并散布在辐射中，宇宙保持其量子相干性。但请考虑所需的时间尺度，可能需要10的67次方年或更长时间。资讯的保存是关于量子演化数学的技术性表述，而不是关于可恢复性的实践性表述。即使资讯被彻底打乱和分散，以至于无法重建，但原则上仍然可以保存下来。这与关于时间之箭和熵的更广泛的问题有关。黑洞的形成是因为物质坍缩时熵值增加，但黑洞也会蒸发，以高度熵的形式将其质量能量放回宇宙。从漫长的时间尺度来看，黑洞可能是暂时的，在宇宙演化的某些时期很重要，但并非最终的终点。或许宇宙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在当前时代，物质聚集形成恒星和星系，黑洞则是作为恒星演化和星系动力学的副产品而形成。在遥远的未来，当恒星燃烧殆尽之后，黑洞将主宰宇宙。在难以想象的遥远未来，甚至黑洞都蒸发殆尽之后，宇宙可能只剩下低温辐射在空间中膨胀，接近最大熵和最低温度的状态。或许并非如此。一些宇宙学模型表明，宇宙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继续演化，在10的10的10的100次方年，甚至更大的数字，大到几乎毫无意义的时间尺度上发生的量子涨落，可能会产生新的结构、新的低熵区域，甚至可能透过量子隧道事件形成新的宇宙。在这些情况下，黑洞不是永恒的纪念碑，而是暂时的结构，是物质和能量的模式，它们存在一段时间后就会消散。与人类经验相比，它们的时间尺度非常广阔，甚至与恒星的寿命相比也是如此。但从宇宙时间的最终尺度来看，它们仍然是有限的。这种视角改变了我们对黑洞存在原因的思考方式。它们并非宇宙的永久特征，它们是物质和能量演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在某些时期很重要，在某些阶段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宇宙持续不断的膨胀和冷却，最终会逐渐消失。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物理定律允许它们在特定的温度和密度范围内存在。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是因为它们在与恒星和星系演化相关的时间尺度上是稳定的。它们塑造了我们所居住的宇宙，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它们至关重要的时代。但从宇宙时间的终极角度来看，它们是暂时的，就像恒星、行星或星系本身一样转瞬即逝。然而，这种无常之中却蕴含着某种令人感伤的东西。即使是宇宙中最黑暗、最极端的物体，那些看起来永恒不变的物体也有其有限的寿命。在这个宇宙中，除了物理定律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永恒的。即使是物理定律本身，也可能以我们尚未理解的方式改变或演变。黑洞存在于一个受时间之箭支配、熵增规律支配，能量在越来越大的空间体积内逐渐扩散和冷却的宇宙。它们是宇宙演化的参与者，而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它们形成、生长、合并，最终消亡。
促成了宇宙从低熵初始状态到高熵最终状态的演化。而我们身为黑洞的观察者，则存在于这段宇宙故事的特定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星光依旧闪耀、星系依旧旋转、黑洞仍在形成、成长并塑造周围结构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有序的时代，既远离了热烈而密集的开始，也远离了寒冷而空虚的结束。从这个特殊的时间位置出发，我们可以向外观察黑洞，并探讨它们存在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答案不仅涉及形成机制和数学必然性，还涉及宇宙时间尺度、熵演化，以及膨胀宇宙中所有结构的暂时性。那么，黑洞为什么会存在呢？或许是因为宇宙在其演化的这个阶段，在这样的温度和密度下，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们。或许它们会继续存在下去，塑造宇宙，挑战我们的认知，直到霍金辐射缓慢的滴答声倒数结束。而那将是无数个纪元之后的事。我们一起走过了黑洞物理学的漫长旅程，从恒星坍缩到重力波，从资讯悖论到旋转几何，从星系结构到遥远未来的蒸发。我们从多个角度，透过多个视角探索了这些物体，将它们视为重力现象、量子系统、热力学物体、星系调节器、文化符号和宇宙演化中的临时结构。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带着我们所学到的一切知识，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了：黑洞为什么会存在？答案是多方面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从数学角度来看，黑洞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时空根据爱因斯坦场方程式随质量和能量弯曲，那么黑洞必然会作为解存在。它们是理论结构所必需的数学要素。从天文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大质量恒星无法无限期地抵抗重力坍缩，核融合可以提供暂时的支持，但燃料是有限的。对于质量最大的恒星而言，一旦坍缩开始，就没有任何已知的力量能够阻止它。在星系演化过程中，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塑造了恒星的形成，影响了星系的结构，参与了反馈循环，决定了星系如何成长和演化。它们积极参与星系演化，在最大的尺度上改变物质分布。从热力学角度来看，黑洞代表了高密度物质的最大熵状态。当恒星坍缩形成黑洞时，熵会急剧增加。宇宙向更高熵的演化过程自然产生了它们。在量子重力和资讯理论中，黑洞揭示了几何、资讯和量子力学之间的连结。它们是实验室，在这里，我们最好的理论相互冲突，更深层的真理的蛛丝马迹也随之浮现。从宇宙学角度来看，黑洞是物质和能量演化过程中的暂时阶段，它们在特定的时期形成，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宇宙的持续膨胀和冷却而最终蒸发。这些答案同时都是有效的，各自揭示了不同的面向。把这些答案放在一起，黑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宇宙在所有尺度上都遵循一致的规律。支配日常现象的几何原理同样也支配极端现象。世界上只有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当物质被压缩到极限，时空被弯曲到极限，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和热力学必须共同作用时，黑洞就会出现。这是普遍规律遇到极端条件时所产生的现象，它们是自然法则的体现，而不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它们证明物理规则在任何地方都适用，从量子尺度到宇宙尺度，从温和的引力场到扭曲的时空几何，都保持一致性。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宇宙内部逻辑自洽。宇宙在你头顶继续演化。此刻，黑洞正由恒星坍缩形成。
在遥远的星系中合并、吸积物质、扭曲时空。大多数黑洞仍然不可见，只能透过引力影响被察觉。有些物质在向内螺旋运动时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其他黑洞则安静地隐没在黑暗中。它们与闪耀的恒星、绕地球运行的行星、星系间延伸的空间一样，都是宇宙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融入了现实的结构之中，是构成我们宇宙形态的不可或缺的线索。你看不见它们，你无法真正造访它们，你大概永远不会亲近事件世界，也不会亲眼目睹黑洞合并，更不可能等待一个黑洞走完整个蒸发过程。但你能理解它们，你可以从基本原理中找到它们的存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们必须存在，为什么没有它们宇宙就无法维持逻辑连贯性，为什么它们的存在与原子、力和时空本身的存在一样自然和必要。它们存在于时空弯曲剧烈到光线无法逃逸的区域，熟悉的规则失效，新的原则出现的地方，塑造星系，挑战物理学，以我们仍在探索的方式保存资讯的地方。黑洞的存在并非违反物理定律，而是因为物理定律，因为引力是几何的，因为质量会扭曲时空，因为方程式允许，或许是要求，某些结构完全折叠起来，以至于它们与普通物质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它们把过去恒星留下的物质带进宇宙更遥远的未来。它们也是试验场，在那里，昔日恒星的物质变成了深度弯曲的时空几何。它们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重要的。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提出了在物理学中引起共鸣的问题：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可知的？还有什么超出我们现有理解范围的事？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到全部答案，但是在人类探索、质疑、挑战知识极限的驱动下，我们透过提问参与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物中。这种事物反映了宇宙演化本身。黑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宇宙遵循着跨越数十亿年和无限尺度的一致原则运作。或许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见证这种一致性，站在可知的边缘，向外窥视，不是怀着恐惧，而是怀着好奇；不是怀着绝望，而是怀着理解。即使人类消失很久之后，黑洞仍将继续演化。但就目前而言，在这短暂的宇宙时间里，我们有幸观察、学习、了解宇宙中最极端的引力表现。现在，让那些巨大的数字慢慢退回黑暗，让世界安静下来，让遥远的重力波继续穿过还没有抵达的星系。此刻，宇宙某处仍有巨星正在坍缩，也有两个黑洞正在互相靠近。它们不发出光，但整片时空会记住那场碰撞。黑洞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自然定律在那里失效，恰恰相反，它们是自然定律在最极端条件下仍然坚持一致的结果。我们看不见黑洞本身，却能看见恒星绕着它运行，能看见吸积盘发出的光，能听见黑洞碰撞后时空留下的回声，而仅仅能从这些痕迹理解一个不可见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科学最安静也最动人的力量。晚安，愿今晚的黑暗不再只让你想到未知，也让你想起在最深的黑暗里仍然藏着可以被理解的规律。